C segment sedan 的市场，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信仰，没有别的选择了吗？今天我们来看的新车就是另外一款运动化的 Toyota Corolla Altis GRS。不要怀疑，你没有看错，我身边这辆就是2023崭新的 Toyota Corolla Altis， 而且我身边这辆白色的是新的 spec 哦，叫做 GR Sport， 就是我们都知道 Vios 有 GRS Corolla Cross 也有 GRS，Hilux 也有 GRS， 所以今天 Altis 也上了这个 GR Sport 的车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原本的 Altis 把它做一些修饰美化，加上一些运动化的设计。加上去这样子，给它感觉焕然一新，给它更加运动化的氛围。其实这次讲真的啦，虽然说 Corolla Altis 叫做小改款，2023小改款嘛，但是其实外面其实摆了一辆1.8G 的哈。我看了它的元素，我在想到底它这次算是小改款，还是微微的升级版？因为它的改款内容其实不大，就是一些很细微的升级而已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它到底升级了什么。那目前国内贩售的 Corolla Altis 共有3个车型，分别是 1.81、1.8G 以及我身边这辆 1.8GRS， 售价分别是139,800、147,800，以及我身边这辆152,800。原厂也讲得很清楚啦。这辆 GRS 的车型呢，它是基于 1.8G 做升级的，另外加多5000块升级保杆啊，里面的一些Gazoo Racing Sport 的套件，让它感觉更运动化一点。那动力的部分是完全相同哦，就是造型让它感觉更帅气一点。那这次最重要的就是2023年 Corolla Altis 到底小改款升级了什么？那升级版到底升级了什么？第一点，如果我们看外面那辆蓝色的 1.8G， 比起之前小改款之前 1.8G 升级了什么？其实内容物真的不多第一点，前保杆的部分，我不是讲这辆哈，这辆肯定是明显升级的。外面那辆 1.8G 的保杆是有升级的，造型它的 honeycomb 那些都不一样了，感觉更帅气一点。第二点，厂徽旁边的装饰造型也做了升级，这两跟 G 都有升级。那后保杆竟然没有改变呢，就是2019年我们试驾的那辆，跟今天小改款的是完全相同的。有一个不同的就是轮圈做了一些调整，尺寸相同，但是做了一些升级。3个车型的轮圈分别是16寸、17寸，以及我今天身边这辆18寸的轮圈。内装2019年不能做参考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后又做了1次还是2次升级吧？什么升级呢？主要是中控萤幕啦。之前大家嫌那颗电视机真的是尺寸太小了，后来他们就把它放大了，然后 Android Auto、Apple CarPlay 也全部下去了。那所以这次它就没有再做升级了，就维持那颗萤幕。我觉得尺寸蛮大，解析度蛮好，操作起来蛮顺手的。主要就是 1.8G 的驾驶仪表改成了全数位显示。你不要讲什么全数位就是这样子咯。我们看 Corolla Cross 也是这样子嘛，但是不一样。它这次的全数位很有诚意，它不是像 Corolla Cross 那种半数位半 analog 夹杂在一起，没有。它这次就真的是给你大荧幕全数位升级，非常好看。你就进去的时候就这个 screen 有厉害到的感觉这样子所以除了这些好像没有什么了还有一个东西，中间 armrest 的 USB 换成了 Type C， 以及中控萤幕虽然我们讲 screen 相同嘛，但是我们刚试了一下，它现在全部都是走 wireless Android Auto、wireless Apple CarPlay， 所以用起来算是相当方便了。我连了一下，整体的使用其实蛮顺手的。好，那再来我身边的重点，这次这个所谓的多了5000块。1.8G 147,800，这辆152,800多，5000块到底升级了什么？第一点，保杆跟 Corolla Altis 是完全不同的造型设计，整个非常运动化，整个非常有侵略性。厂徽旁边的修饰也跟 1.81、1.8G 完全不同，尤其是什么？这个下巴更加的突出。
它有一点 Camry 的感觉，然后下面的保杆就真的是很明显运动化，这个应该是跟泰国差不多啊。这两不要怀疑，不管是 EG 还是 GRS， 全部都是从泰国进口的。它这是升级版前保杆，前面的厂徽，然后360环境显示，轮圈也有不同。GRS 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帅气的全黑轮圈，是 GR Sport 的轮圈，然后也比 G 再大一寸。Side mirror 也是采用黑色的配置，给它更加的运动化一点。那外形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它主要的升级我觉得是你看不到的地方。为什么说你看不到？因为很简单，在它的下盘。它这次 GRS 的升级不只是造型其实 GRS 的车型很多都这样子，悬挂的部分都有做升级。它不只是减震器做了升级，它的弹簧也跟一般的 Corolla Altis 不同，所以它会更加的运动化。然后最后一点，突然想起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不久前台湾跟我记得是中国的这个小改款 Corolla Altis 改了什么东西？后面的悬挂改成 Torsion Beam 减配耶，就是你价格上去了，然后你配置下降了，我们就糟糕了，这个会不会又要被吐槽了呢？结果马来西亚跟泰国的车型后悬挂仍然保持 Double Wishbone， 然后都还有 Stabilizer， 所以表示说你原本已经这个底盘非常运动化的 Altis， 现在是维持个性的，然后你又再加上了 GRS 的车型，你又有运动化的这个减震器、运动化的弹簧，所以它的驾驶是会比我们之前试驾的更加运动化。你可以想象它更加的 solid， 更加的低趴，抓地更好这样的感觉。轮圈又大了一寸，所以它整个的 potential 直接往上升呢。动力配置的话，大家要去搞 Bolt on Turbo 嘛，这个你们自己去决定，这个不关我的事。动力配置是完全不变的，采用的仍旧是这个 1.8公升直列4缸的 Dual VVTi 自然进气7引擎，输出的马力139匹，扭力峰值172牛顿米，搭配的同样是这颗 CVT 的变速箱。就很多人问为什么不要搞 Dynamic Force 可能只能等大改款吧。车尾的造型，你有看出什么差别吗？如果是 GRS 这个152千的车型，它下面多了一些运动化的 diffuser。那如果 1.81 跟 1.8G 呢？它的车尾是完全相同的。车尾，我们打开来看它的内容物，空间肯定是相同的，都是一样的后车厢。然后 trunk tray 好像现在都有给了就Toyota这个东西就蛮慷慨的啦。然后呢，备胎有。但是我们看了 1.8G 跟 1.8 GRS 有差别是什么？1.8 GRS 它给你的是 Space Saver 小颗的轮圈，但是 1.8G 它给你的是 Full Size 原装 Rim 哇，所以那个 1.8G 还蛮有诚意的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那至于椅背的部分呢，还是一样可以做6/4椅背分离倾倒的，在哪里？在后座，你的肩膀、头部旁边的位置啦，按一按，它就有按钮可以做倾倒了，没有到全躺平啦，但是你要装在一些有长度的东西的时候，就真的是方便很多。坐上来 Altis 的后座，突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因为我朋友就是 Altis owner 所以有了他后座，偶尔好像还有坐一下，旁边全部 soft touch， 全部 soft touch 有了中间有一点点 hard plastic， 然后钢琴烤漆，多了红色的侧风线，然后椅背。算有一点直了，一点运动感一些，然后，揽下来的对，好学不学这个学人家。然后后面有冷气出风口，中间隆起有一些，因为这个 TNGA 的车型，它为了加固这个底盘多数都是有隆起来的。不管是 DNGA、TNGA 的车型，你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。为什么？它用这个方式是最能够加强车体的底盘的强度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 carpet 它也是有一个 GR 的 carpet， 来给你看一下。当当 carpet 有 GR 有加分，所以你加5000块，里外都有这些 GR 的 logo 然后前面有我看到这个行车记录器，后面好像是 option 了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做参考。然后椅背这边按钮做倾倒 ，OK，好 ，Corolla Altis
JustSport 的内装，哇，完全相同哎！你看这个造型，你看这个前台、驾驶盘、中央控制区，全部都一模一样。不管是 Altis 还是这个 Corolla Cross， 都是几乎完全相同的造型啊。Corolla Cross 是用 Foot Brake 啦，今天这辆高配版它是电子手刹车跟这个自动驻车2个 button 都有哦，所以它是比较简约精美的。两者都简约精美啊，只是那个 Foot Brake 很多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可以接受，我反而觉得无所谓，那个不影响我任何的美观跟使用。很多人觉得驾巴士这样子。I don't care。然后高配有这个无线充电座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竟然有钥匙，我可以 start 车。然后这个仪表的全数位显示是真的漂亮的，哇 ！OK，SD 卡不要吵，所以你就会觉得说，有换新车的感觉，真的驾驶有开心哎。这个数位，它不是那种很阳春的数位，它整体的显示设定那些，我觉得还算是精致的，还算精致的。虽然元素没有很多，没有很丰富，没有很动画，但是这个可看性我觉得有。再来就是这个中控萤幕，有 Wireless Android Auto， 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，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我已经连线了啊，是确定是可以连线的。那其他的地方都完全相同，驾驶盘一样的设定，有很多按键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完整的进阶式安全配备。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1.8G 的 Altis 有全速域、定速巡航，有 Stop and Go， 然后有车道保持，这些全部都有。然后今天它后面还加上了换挡拨片，手感不错，手感不错。先熄火了，这个废气在室内不要排太多。然后2个置杯架 ，CVT 的排挡杆，中间收纳格有 Type C 的插槽，那些 Type C 的插槽是全车系标配，就是你从 E 到 GRS 都是 Type C， 然后有个电源插槽，所以表示说整辆车我看了一下，只有1颗充电就是在这边而已，然后其他的你可能就要拉 Power Point 去后面。那这辆车另外一个重大的升级就是它的前面这2张运动化座椅，它有一点点给我想起那辆 Fortuner 的运动化座椅的感觉蛮好坐的，而且它的红色边感觉也蛮运动化一点，头枕的调整也不错，然后还有一个 GR Gazoo Racing 的钢印，就是这些啦，5000块的升级，有 carpet， 有红色的点缀。红色的缝线，红色的皮椅，红色的 push start 按钮，前后保杆、轮圈、悬挂，5000块严格来说其实不算贵。你这些东西加起来，其实你去外面去搞的话，你一组 rim 就要多少钱了？你自己想。所以 OK 啦，整体的配套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它有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。我讲的是 GRS 哦，如果 1.8G 就真的。还是有点简单的，那个造型好像你小改款没有小改款，没有太显著的差别，就是一个驾驶仪表看起来有点改变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你会选吗？152,800弄到153,000至少，然后1.8 NA 底盘非常出色的 TNGA，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你的选择，也不忘 subscribe 圈呢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